你绝对不会在1年前想到国内有一款游戏的叙事能够达到如此程度，这就是刚刚更新河西结局的烟云16声。自3月28日踏上玉门关的黄沙，至11月2日河西结尾，这场大梦共计219天。游戏内，我们从郭昕开始经历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的过程。游戏外，河西的好评差评不绝于耳，但终在梦醒时分，却还想再多睡一会儿。大家好，我是岳飞，大梦一场，不想醒也得醒了。不知道各位给这次河西的结尾打几分？如果是我的话，想说个暴论，这将是国产游戏历史上叙事的巅峰。我不知道未来燕子还能不能突破，但就眼下来看，河西整体的设计真的值得所有人来体验。这次更新的多个剧情任务其实是有明确的先后顺序，不过你可能在体验过后还有一些不清晰之处。在本期视频当中，我会为大家扒出剧情中的那些草蛇灰线，最终为你揭开真正的金桃传递路线以及主角的身世之谜。此前，在秦川存于画师口中的朋友方白终于出现在本次县城湖的剧情中。不跟大家卖关子，编剧老师设计了3次轮回，让玩家逐渐在过程中了解真相。县城湖的城未县之前叫做桃林赛。额外提一嘴，与此前玉门关、凉州的大散关一样，桃林赛也是真实存在的，是古代著名的军事要塞，是通往长安的要道。出到桃林赛，你听到敲鼓报时人喊着日出日出，没走2步就听到前方有人在说附近的断崖瀑布奇景是几十年前惊涛涨大峡徒手拍出来的。你正好奇，发现前方人头攒动，不得了，建立后梁的朱温之子朱由理正在此处想要捉拿贼子方白。朱温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不过这位朱由理是虚构的。烟云的编剧老师给朱温安排了4子，分别是李、仪、廉、耻。朱由理是老大。此时有位叫蓝手持的监官因发言不得体，令朱由理动怒，让他滚下去。结果这监官还真就滚下去了。从言行举止来看，这位叫蓝手持的小监官应该就是为了个生活忍辱负重的小人物，在大多数故事当中是妥妥的龙套。这也让我当时在看这段剧情的时候没有太过在意这个角色。然而在第3个轮回，你才知晓，原来这位滚下来的监官蓝手持竟然是方白的老丈人，也就是蓝傲的爹，同时也是惊涛涨大峡。当时梁王朱温正与晋王李克用在秦川争夺金桃，朱温此时正得势，相比起拥有金桃，他更在意不能让旁人所得。听闻金桃在方白身上，所以想要引诱方白现身，结果方白却直接现身桃林赛。当然，这位是蓝傲假扮的方白，他甚至还假借父亲惊涛长之名给江湖人写了个英雄帖，说方白杀了自己的故友藏贤长，邀请各路人马聚于桃林。为什么说是蓝傲伪造的英雄帖？因为在桃林中，他与其他江湖人士的交流中，斩钉截铁地说，那惊涛长早不知埋在哪儿了。那么他为何如此笃定？因为蓝傲知道他的父亲此时已经成了官府的走狗。在了解蓝傲的动机之前，我想先带你了解一下这位小监官蓝手持，或者说惊涛涨大峡。青年时期的他一掌劈出惊涛案，成为江湖传说。路遇乱匪挟持流民，以一己之力护数百人逃生。然而他并不知道，这次救人会永远改变他的命运。因为所救之人当中有当时的皇帝，他据权臣重金厚礼，明鉴秋水，连夜将剑送还，待家眷归隐。如果换个人来，可能会认为是天大的好事，从此便可以升官发财。然而惊涛长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灾难的开始。年纪稍大后，女儿蓝傲身中孟跬之毒，寻遍名医无果，女儿的孟跬之毒成为软肋，为求医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被权臣以治病药材诱惑，放弃归隐，投靠官府，弃惊涛长，改用剑。后来卷入党争，被贬为桃林赛监官。此时你应该能猜到蓝傲的动机了。小时候，蓝傲觉得父亲是世间1等1的大英雄，但现在他恨父亲为求药投靠官府，从一掌劈惊涛案的大侠沦为官奴。冒充父亲发英雄帖，实则是为了刺激蓝手持，想要让父亲唤起从前的侠骨之风。剧情当中没有交代为何蓝傲从小就中了孟跬之毒，这使他一辈子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
但他对生的渴望极为强烈，对于金桃治病的传言信以为真。他的恋人方白明确告诉他，金桃治不了你的孟跬之毒。但其实蓝奥早就知道金桃不能治病，只是他在绝望中想要抓到一丝丝光亮。与方白相恋后，他曾短暂感受到被爱的温暖。方白为他写更帖，计划求亲，让他一度燃起或许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希望。但病痛的自卑与对拖累对方的恐惧，让他最终选择逃避。他并非不爱方白，而是不敢爱。后来他知道金桃关乎藏贤长的遗愿，对抗朱温奸邪，守护长安的大义，放下了为己治病的私心，动机变成帮方白完成大义。当然还有让父亲找回真正的自己。蓝奥的英雄帖仅是他计划中的一环，在第3个轮回中，你会拿到一把仓库的钥匙，最后见证蓝奥精心安排的会面。蓝奥写给方白一封书帖，约他在傍晚时分于仓库会面惊涛长，同时还送了方白一双新鞋，并且告知惊涛长也会穿着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前来。方白想要见惊涛长，想要将金桃传递下去，送至长安。而蓝奥也知道，此时的父亲已经不是惊涛长，而是桃林赛的小监官，必须得唤醒他。蓝奥邀请蓝手持前往仓库，同时也送了一双鞋。收到邀约的蓝手持正好被上官嫌弃不能赴宴，他想这是天意吧，今天他累了，累到不想再爬起来，他可以隐退了，回乡吧，带着愿意回家的女儿一起。于是他来了，他雀跃地穿上随纸条附上的新鞋子，即使有点宽松，他轻巧地朝着仓库奔来，比从城门擂台上滚下来更快，像一条重新开始蹦跳的老狗。这次他不会让女儿再等了。我本不想在解读剧情的时候帮大家读很多游戏内原本的文案，但我每看到编剧老师的文笔后，还是忍不住帮大家读一读，因为其中情感都在此处。蓝奥留给父亲的纸条以坚毅的口气，让蓝手持于傍晚时分去假三仓岭赴自己约，言辞干脆，是这对父母交流的习惯，或者说是成年的子女对父母的纠结情感，想亲近却又忍不住拉开距离。就这样，方白与他那素未谋面的老丈人在仓库里会面了。角角是蓝奥的乳名，其娘是方白对蓝奥的爱称。角角，爹爹，是你？你脚上的鞋是？你是何人呢？角角呢？角角，角角，爹爹来了，你在哪儿呢？其娘让我在此等候，她说惊涛长会前来相见，凭这双蓝色布鞋相认，正与你脚上一般无二。你是？我是方白。方白？你就是方白？你不是去赴宴了吗？我刚看见你进了内堂啊。其娘让我别去，她让我……不对，其娘，角角，我的角角啊！回到权贵与江湖人聚集的内厅，假扮成方白来赴宴的蓝奥已经被杀。起初那个一心求活的蓝奥下了一盘赴死的棋，他想要保护方白，同时帮助方白能够顺利将金桃送至长安，也希望能够唤醒父亲。当方白赶到内厅，看到已经假扮自己且已经身亡的蓝奥，才恍然大悟。方白出身文经馆，早年参与10项选拔却落了选。朱温势力屠灭文经馆，仇恨在心中燃起，然而却被外界传成因为落选10项怀恨在心，引贼灭门。他内心充满屈辱与恨意，但因实力悬殊，只能选择蛰伏，暂时背负污名，暗中寻找复仇机会。在北山园，方白遇到藏贤长，而藏贤长其实就是狮子坟剧情中的捕快。藏贤长知晓文经馆真相，将金桃托付于方白，叮嘱金桃绝不能落入朱温等奸邪之手，需送回长安。这个时候，方白已不是单纯想为文经馆师兄弟报仇，还肩负了运送金桃的使命。在桃林赛与蓝奥重逢，却不敢因私情耽误大义。等一下，这段让我想起了一位清河的田姓人士。方白深知眼下的局面自己已退无可退，所以才做好了以死殉道的准备。
写下了一封给齐娘的遗书，我简单帮大家翻译一下。方白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赴那场凶险的宴席，突然得到惊涛长会来相助的确切消息。至于这消息是哪儿来的，想必各位已经知道了。方白原本已经无望，但如果有惊涛长协助，可能会有一丝机会，但依然无法万无一失。他打定主意，如果拼尽全力还是战死，那么就抱着金桃一起沉入黄河，就算辜负了藏仙长临终的托付，也绝不会交给奸邪之人。在北山原时，藏仙长告诉方白真相，寺里的僧人舍命保护他，医生耗尽心血帮助他。听说师门遭遇大难，却不能亲手杀死仇人，反而要委曲求全投靠他们，假意周旋。前辈们的一片赤诚全托付给了方白。可如今他要是死了，后世的人只会知道方白背叛师门的污名。方白无法与齐娘相守，只愿齐娘能够回到无心谷，平安度过余生。我相信方白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不会想到那个想要赴死的自己，竟然被一直想要求生的齐娘抢先了。在内厅，方白见到齐娘的尸体，见到杀害文经馆同门的朱有礼，无法抑制，也无需抑制体内的力量，将全部功力集中在剑上，杀死朱有礼。但同时他背后无丝毫防御，以命换命的打法让他被在场的江湖人所杀。方白大仇得报，但终究没能将金桃送至长安。还记得刚才遗书中方白有提到，如果有惊涛长协助，就还有一丝希望吗？故事讲到这里，我想你已经完全看懂了。我们再一起看看蓝手持重新成为惊涛长的那个时刻。一年，惊涛长大侠游经此地，兴之所至，抬手爹爹，不要跪他，我的爹爹是惊涛长，是从来不跪又名惊不涛去案。不折的大当年雁翅。那大侠喊的就是惊涛拍华清修，你的风来了。主角从惊涛长手里接过金桃，向着长安跑去。我不知道你在游戏内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我整个人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放大了。然而这还并没有结束，就当你快要纵身一跃入长安之时，长安没了。你失败了，你明明救不了人，为什么还要拔剑？因为拔剑纵难救人，但救人唯有拔剑。硕大的月亮再次高悬于天，主角化作一只风筝，躲避着一路的危险与阻碍，冲向月亮。那月亮代表着长安，象征着盛唐，也心系很多人的家乡。你被一枚红色陨石击落，但此时各路豪侠将力量汇聚于你。终于得见明德门，这明德门是长安城的正南门，也是国门。一头月中狮在此镇守。你可能会好奇，为何大散关有一头狮子，这里又来一头狮子？镇关吼把守着进入秦川的要道，而月中狮把守着最后进入长安的明德门。这两头狮子既是每个人自己的心魔，也象征着皇权、大唐盛世以及各路豪侠。在与月中狮的战斗中，它将化为你自己，最后再回到你的身体当中。
长安的大门已经为你打开。此时画面闪过一位游侠分别与郭昕、张议潮、张怀申的画面，我先按下不表，最终为大家揭秘金桃传递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瞧瞧。长安碎了，碎成一片片，但长安依旧在，因为人们心中的思念还在。至此，秦川的内容结束，接下来我们将会得见整个河西的结局。你回到了最一开始出发的画师小屋，年老的画师已经在屋内等候多时，河西的设定终于在此收束。原来整个河西以画师为梦主，唯貌女子与主角都先后与画师魂梦相交。你一开始非常诧异，老画师说在桃林赛最终送金桃的人是他，但后来醒悟，主角自己也是画师，是这场大梦中的一部分。老画师见证了长安的陨落，他在梦中将这些故事画了下来，也就是主角在河西的旅程。其实此时你所见的画师同样是梦，他做了个梦中梦。补充一个小细节，桌子上的方白画像是没有五官的，因为画师其实是个近视眼，他一生都没看清方白到底长什么样。老画师在梦中见到了一头狮子，他忍不住追了上去，然后见到了主角。其实已经基本明示，狮子也代表着主角。当主角从小屋中取下画卷，梦醒了，从清河竹隐居附近的井口处慢慢睁开双眼，长达219天的河西旅程至此结束。我们终于得见了起初将主角推入井下入梦的唯貌女子。考虑到市场篇幅可能已经比较长了，我还是直接跟大家说答案。唯貌女子的本名叫做薄楚玉，是在中渡桥的战场上被李作捡起并收养的女孩。薄楚玉这个名字就是李作给她起的，她长得实在太像李作已经死去的爱人柳青衣。薄与柳相对，暗示新的生命与希望。楚玉可以理解为楚楚动人的美玉，象征女孩的美丽与珍贵。李作在战场上看到这位女孩的时候，可能内心中依然会想起柳青衣吧。然而李作对薄楚玉并不细心，而是冷言冷语，只叫她练武与练武。主角从河西回来后，并没有告知薄楚玉他一直想要的秘密，所以薄楚玉继续施展幻术，想要套出主角的话。你还别说，河西这趟旅程下来，主角聪明多了，愣是没上当。好巧不巧，主角与薄楚玉相互看到了彼此儿时的经历。薄楚玉羡慕主角，因为有韩仪和江疏，还有神仙渡的大家，而他只能把纸狐狸和纸骆驼当成玩伴。李作并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全部告知薄楚玉，而在他眼里，纵使李作万般冷落，但那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他想要知道李作完整的计划，而金桃就是那个对于李作来说也非常重要的东西。李作想要建立一个万世长存之国，建立一个新的长安。其实在新的镇守 BOSS 战赤里宫中，燕云为大家展示了盛唐到衰落的全过程。大家可能在实际游戏体验中有点云里雾里，为何就操作一条锦鲤发射激光打一条更大的鱼？如果有这么想的朋友，可以在弹幕上扣个1，我稍微帮大家解析一下就明白了。 BOSS 的名称叫赤里宫，是取自赤宦宫，是唐代对鲤鱼的避讳称谓。因唐朝皇室姓李，鲤与鲤同音处会，故改称鲤鱼为赤宦宫。所以游戏中的 BOSS 代表着大唐。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会发现战斗的第2阶段额外多了一条叫做青鳞番矢的鱼，它会与赤里宫缠斗在一起。青鳞代表生命力与新势力的崛起，番矢则直接指向唐朝的藩镇制度，两者结合暗示的地方藩镇挑战唐朝廷的核心冲突。那为什么是青色和赤色？因为青色对应五行中的木，代表生机、成长与活力，与赤里宫的赤形成五行相克关系，暗示两者对立。第3阶段，场景变为由盛转衰的长安城，这场战斗会获得共计6个成就，其中前4个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义熙开元全盛日，引用杜甫义熙2首其2开篇，指的是唐玄宗统治初期的开元盛世，此时是唐朝国力的巅峰。渔阳鼙鼓地动来，出自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特指755年安禄山在渔阳起兵叛乱，标志安史之乱爆发。旧业已随征战尽，
出自唐代诗人卢纶《晚次鄂州》，原诗创作于安史之乱期间，描绘战乱导致家园被毁、民不聊生的惨状。玉树歌残王气中，出自唐代诗人许浑《金陵怀古》，暗示唐朝末年的衰落。聊到这里，其实我们还没到河西真正的暗线内容。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开最后的秘密。暗线其实就2件事情：金桃的传递与主角的身世。还记得此前我按下不表的那个画面吗？一位游侠分别与郭昕、张议潮、张怀生的画面。那位游侠从未真正在河西的旅途中登场，但实际上自玉门关开始便处处都是他，他就是蓝河。河西人口中的游侠指的就是蓝河。此前我们一直在猜郭昕到底是从谁手里拿到了金桃，现在不用猜了，是梨园的第2任掌门公孙大娘。公孙大娘在真实历史上是开元盛世时期唐宫第一武人，以剑气舞闻名于世，被誉为一舞剑气动四方的传奇武者。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他是长安梨园宜春院的著名武技，专为皇室表演。请注意，这里的梨园不是单指游戏内的门派，历史上长安真的有梨园，而公孙大娘也真的在梨园为皇室表演。你可能注意到游戏内的暗涌只说了梨园掌门给了郭昕金桃，那我为什么能锁定是公孙大娘呢？因为此前还有个线索，给郭昕金桃的是女性。此外，时间能对得上，公孙大娘在安史之乱后不耻朝堂的冷血，带领梨园弟子隐居，也就是755年之后。郭昕从765年开始孤守西域。最后再跟大家说个小细节，游戏内门派的介绍是否加入其实信息是不同的。比如你没有加入莫山道的时候，只能看到有关于莫迪的介绍，而加入后就多了个当下巨子宴的介绍。按照历史来推测，梨园的创派人应该就是唐玄宗自己，所以结合以上线索，最一开始给郭昕金桃的定然是公孙大娘。后来西域成唐朝的飞地，郭昕命令玄权驿的红玉放出安虚君依然在的消息。梨园弟子蓝河得知消息后，从中原出发前往玉门关。作为梨园弟子，他知道金桃的意义，他想要将金桃带回长安。好不容易来到玉门关的蓝河与苏利人建立了友谊，但没有找到郭昕的金桃。最终蓝河在方盘城这个安西军的死地寻得了金桃。在游戏画面中所呈现出来的会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所以你会看到蓝河与身死的郭昕将军在玉门关的画面。在此前狮子坟的剧情中，能看到蓝河化名许坚想要前往玉门关，而当时蓝河居住的客栈同时也是主线凉州曲发生的地点。不过等他拿着金桃再次落脚客栈的时候，却引来了异族军队，金桃被夺了，自己也身负重伤。最终张议潮在波城人的献杯宴上将金桃夺回。你会在秦川的内容中得知，蓝河并没有死，而是假死回到长安。张议潮在离开凉州前往长安的前夕，将金桃交给张怀深。怀深在所有人都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时候，将金桃传给了索敬。因为此时除了索敬，他已经没有人能够相信。索敬尝试翻越大散关，想要送金桃去长安，但不知是否成功。后来金桃经过数人之手，游戏内并没有详细阐述，只知道至秦川时已经来到藏贤长手中。结合县城湖的剧情，我们可以得知藏贤长将金桃交给方白，再后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方白死了，金涛长在废墟中捡起金桃交给主角，我们带着金桃试图触碰长安最后的月亮，月亮碎了，长安也碎了，但画师的画被补全了。这段历史通过一款叫做烟云16声的游戏在21世纪再次演绎。你肯定留意到了，在博楚玉的剧情中有一段动画，江疏带着小少东家往右走，李作带着博楚玉往左走。当然，目前编剧老师并没有平铺直叙，直接给主角一个既定的身份，而且无论是主角还是博楚玉都各自有一块正官爵。想要推理主角的身世，不妨先从这块玉下手。在暗有信息夜光杯的颜色中，波城人的金桃被张议潮夺回后，他们命令匠人打造出传说中的夜光杯，而那金桃的颜色与夜光杯很相似。在暗涌中渡桥的遗孤中，更是直接明示了正官爵就是金桃。在梦中是金桃，在当下是正官爵。
它代表着大唐盛世，代表着皇权，代表着各路英雄豪杰的侠义精神。如果你感兴趣，这次更新后在秦川会遇到一辆巨大的马车，你会在车上遇到小时候的李作与柳青衣。小李作目睹了父亲的死亡，但同时小年纪就已经展现出来冷静和谋略的一面。李作在柳青衣死后逐渐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他在中渡桥的战场上收养薄楚玉，更多是为了自己建立新唐的计划。因为薄楚玉身上也有一块镇关诀，诀代表一对的2块玉，而镇关诀对于李作来说，代表了此前你在河西旅程中承载的所有，代表了新唐的正统性。然而我要给李作现在的冷面画个问号，如果李作真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计划，又何必起名薄楚玉来缅怀柳青衣，又何必让薄楚玉练绣经舞？李作不可能放下柳青衣，纵使他已经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但柳青衣依然是他心里那根软肋。说来也巧，众所周知，燕子更新之后往往会伴随着一些 bug。我在写文案的时候，河西最后的2条暗涌信息还没有解锁。不过我通过验机找到了这条暗涌的名称，叫做天地之窍，而最终整个篇章的名称叫做应律之人。好吧，其实我看到这2个名称就已经能猜到内容了。老观众可能都知道，因为我玩的燕云最近一直在看《道德经》，这些词儿对我来说可太熟悉了。令人欣喜的是，燕云很快修复了问题，我们终于得见文案老师最终给出的设定。先说大家都听过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后面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稍微解释一下，不是把百姓当成狗，这2句的意思其实是天地不会偏袒万物中的任何一个，圣人也如此，不会偏袒任何人，让万物符合自然规律的运行。后面还有一句，天地之间，其犹橐越乎？这个橐越其实你可以理解成风箱，世间万物只要有运动便产生了风。暗涌天地之窍的原文你可能没看懂，但没关系，我帮你解析一下。我得说，这段文案并非老子或者庄子的内容，而是燕云的编剧老师结合了道家内容后做出的设定。灵魂与梦境相互连通的奥妙非常隐秘且细微，若能够在魂梦之间产生共鸣，就像是黄钟与玉的声音相互交融，能够彼此渗透，完全相融。如果魂梦之间相互排斥，那么就像冰冷的水与坚硬的石头一般，无法相融，只得四散开来。这一段其实在解释整个河西魂梦相交的设定，用黄钟和玉做比喻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世界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物件，似玉非玉，看起来像玉却不是真的玉。很明显，这个物件便是镇关诀。如果你佩戴镇关诀，它会发出细微震动，但声响却像大钟一样浑厚。如果2个人长期佩戴镇关诀，那么就会像上古2大名剑龙泉与太阿一样，两者本为一对，分开则无风，合则锋芒毕露。这里基本已经明示了主角与薄楚玉的身世关系，可以预见燕云接下来一定还有大量薄楚玉的戏份，因为他在设定上的重要程度实际上仅次于主角。接下来让我们看最后一部分暗涌信息，应律之人，这里包含了主角的设定。浮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这是庄周齐物论中的原文。天地万物都为孔窍，而风吹过的时候便会发出各不相同的声音，而每种声音都源于自身的本性，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本源。天地有籁，万物有声。在庄子的哲学中，籁是天地万物之声，籁又分成天籁、地籁、人籁，则必有应律者成之，指的是天地万物之声必然会有顺应规律的事物来响应。如果我们翻一翻老子的内容，你会发现这一段的本源其实非常熟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人要遵循地的规则，地要遵循天的规则，而天要遵循道，道要遵循自然。在我自己的理解中，这是道家核心的思想，万事万物需遵循天道，遵循自然。因为燕云的原因，我开始学习道家也有段时间，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是否能够有些感觉。不过老子一开篇就给自己叠了个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就是真正的道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说清楚的啊！我称之为史上最强叠甲。不过道家的思想确实在方方面面影响了后续文化的发展，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个人修身也有极大帮助。
当然，在眼下，烟云用道家的内容来做设定，确实理解起来有难度。然世运千转，往事如烟，长河沉沙，淹没真相者不可胜计。时代不断变迁，过去的事情就像烟雾一样消散，时间如长河，往事如泥沙沉淀，被它淹没的真相多得数不清。为之中渡桥一役，如斩前之尾，开心之端。虽然很多事情都消散了，但是公元946年的中渡桥之战被铭记，此场战斗就像斩断了过去，同时也成了新的开端。当是时也，千百人生轨迹皆自那断弦声中轰然改易。在此之后，世间众人的命运发生巨大改变。烟云这盘棋下的实在太大，这2则暗涌信息基本上把烟云的设定悉数告知大家。中渡桥之战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不过你可能还是会疑惑，主角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烟云在今年6月份更新了2个你可能摸不着头脑的奇遇，分别是应律之人以及文籁之声。当下我不会详细为大家解读这部分内容，因为这要聊起来实在太深了。不过我们可以简单窥探一下，在应律之人这个奇遇中，主角会在太平钟楼顶端遇到一个神秘人，这个人其实就是田婴的弟弟田齐。他说了一句律有应，籁可观，然后主角就看到了世间万物的流淌。在道家中，其实就是具备了感应天地万物的能力，已经接近于道。奇遇文籁之声中，你会听到这么一段对话：你就是在山脚与我擦肩而过之人吗？何以见得？我识得你的剑声。彼时我未曾复剑，也未曾与你交谈。风吹孔窍而成籁，原本就是眼睛无法看到的，窍在你，而非身外之剑。另外，你会在河西暗影中发现另一则与之相关的内容：天授异禀。主角与柏楚玉同时在946年的中渡桥之战中诞生，且各自佩戴一块镇关诀。接下来是我的推测，主角不是王清的孩子，也不是李作的孩子，因为我发现烟云的编剧老师非常不喜欢写英雄史观。我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在烟云的故事中，90%以上都是人民史观。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主角身份成为皇室或者将领的后人是很奇怪的。同时，烟云的底层设定中有大量道家的内容，包括 BOSS 战赤理宫的设定，其实也取自庄子，梦为鱼而没于渊。而蝴蝶的设定在庄子中更是人尽皆知，就算不理解深层含义，但大家应该都听过庄周梦蝶。请注意，这里出现了连文案都没有的画面元素——蝴蝶。李作带走小柏楚玉的时候出现了蝴蝶，而画面一转回当下，蝴蝶依然在。第一次蝴蝶明显出现在梦中，而第2次是我们自以为的现实。OK， 很明显，烟云的编剧老师这里抛出了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你怎知此时此刻的当下不是在梦中？风吹孔窍终成籁，万物并作，凝结为七窍。各位是否还记得清河提交七窍的 NPC 齐生？你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何头朝下卡在石头里。你会发现这位齐生明显与游戏内的世界格格不入。当你收集所有七窍交给他之后，获得了黄钟碎片，而修复黄钟后才能触发应律之人的奇遇故事。你难道不好奇这位齐生的身份吗？接下来我十分大胆地猜测一下，齐生不是游戏里那个5代十国时期的人，主角也不是，或者严格来说，只是一种思绪中的投射。齐生是谁？有可能是21世纪的得道之人，他将自己的思绪投射在游戏设定的世界中，帮助后来的晚辈。主角是谁？其实就是屏幕前的你。当你具备了应律之能，方能感知世间之籁。烟云16声是你的梦境，是你感知天地万籁后的思绪世界。我知道这个猜测很邪门，但基于我对烟云的理解，编剧老师没准真是这么想的。当然，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但这不就是留白的魅力吗？当你解锁河西所有暗涌终局动画呈现在你眼前，
你会看到金桃的完整传递过程，以及江疏从中渡桥的战场上将主角抱起，刚好是当下游戏的登录界面。我相信每一个烟云的玩家看到这一幕出现的时候，心中无不惊讶。然而我想带你看看，在这终局之中，还有一个自荷西开始便埋下的伏笔。你会获得一个带血的包裹，里面装着的是玉匣的碎片，而这个玉匣一直保护着金桃。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在荷西入梦之前，会在清河捡到一个形骸之物，这个就是玉匣碎片。你出入凉州的时候，一位叫做钟灵玉的人会跟你说，有人自祁连山艰难送来玉料，这些玉料又被转交给陆离师傅，是张议潮请求陆离帮忙打造了这装金桃的玉匣。此时陆离师傅已经经历了波尘人的献杯宴，被砍掉了双手。从那以后，他也不想让自己收养的孙女青青再学习琢玉。如果你在凉州破碎后再回到琢玉坊，会有个叫林恒的人说，他姥姥提起过，从前青玉案以和田玉闻名，但后来玉石路断，才在祁连山寻得了祁连玉。在结局动画中，你可能注意到了襁褓中佩戴镇关诀的少东家，但其实在中渡桥战场的这个画面，这里是玉匣的碎片。当拿到这份碎片后，感受到其背后承载了故事，你回到荷西出发的起点，注意看这里的界碑叫做三危谷。你得相信燕云几乎没有任何一处细节是空穴来风的。三危山现今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而三危山属于祁连山脉的一部分，是西端的一条支脉。注意看，这里交互的文案为宋玉回乡。我想你已经完全明白了，这破碎的玉匣本身取材自祁连山脉的三危山。现在我们回到荷西之旅的起点，三危谷将欲送回。感谢你看到这里，荷西结束，这将是中国电子游戏叙事的又一座丰碑。我无法想象现在刚刚开始玩烟云的玩家们到底有多爽，同时我也希望在看本期视频的你看得过瘾。请不要忘记给个3连。还有1个多月，烟云刚好1周年，荷西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后续我会持续为大家带来烟云的剧情解读，点个关注，这对我非常重要。最后请允许我的私心，把荷西结尾这段动画放在这里。再贪心一点，一人血书跪求这幅画出个周边吧，众多编剧老师都是我的神，希望你享受这段旅程。